你就是周卫國，東北少帥嗎？國民革命軍第87師預一團團長周衛國。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第115師虎頭山獨立團團長出名。這是徹底改寫周衛國命運的關鍵一戰，只因他帶領幾十名土匪被幾千日軍圍困於野人山。可就在弹盡糧絕的危急時刻，虎頭山八路軍獨立團團長邱明帶隊突襲，硬生生殺出了一條生路。而此舉不僅救下了周衛國的性命，也徹底曝光了他國軍德械師上校團長的隱藏身份。你真行啊，瞒了我這麼長时间，原来你是國軍的上校团长，都是我学生。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開清風寨，也不會死這麼地上。此刻的清風寨大當家朱老大滿心懊悔，既愧疚自己不知二當家的真實身份，也後怕這場滅頂之災。但這場絕境救援看似驚險，實則也是周衛國加入八路軍的必然契機。各位好漢，大家都不要垂頭喪氣了。剛才我吩咐伙房給大家宰了一頭豬，現在我們去吃飯。此刻邱團長的格局盡顯，為款待清風寨一眾兄弟，竟直接殺豬設宴，而親歷救命之恩又感受到八路軍的真誠相待。朱老大也深知清風寨的兄弟唯有投身抗日隊伍才是正道，可當团政委主動發出入伍邀請時，他卻委婉推辭了。周委，我是擔心我們這幫弟兄無拘無束快，留在八路軍這兒會給八路軍添麻煩。添什麼麻煩呀？留下来一塊打鬼子不好嗎？你怎麼聽不明白呀？實話跟你說吧，我是擔心弟兄們和我過不了八路軍這份苦日子。面對朱老大的擔憂，這時團長邱明直接給了他們一顆定心丸。來，自由來，走，自由走，你們来去自由。邱团长之所以没有强行收编清風寨，反倒給予眾人來去自由的選擇權，是因為他知道這些山寨兄弟最擔心的不是打仗，而是失去原本的生存方式和自主權。在他看來，只有讓他們主動認可八路軍，才能換來真正的信任。這也是邱团長真正高明的地方，他沒有急着改變這些人的身份，而是先改變他們對這支隊伍的看法。邱团長，話說到這份上，弟兄們，咱們留下。歡迎清風寨的好漢們加入八路軍。然而朱老大的這個決定卻讓清風寨其餘兄弟滿心震驚，也紛紛心生抗拒。但對邱團長來說，清風寨加入八路軍自然是個天大的好事，可核心人物周衛國其實才是他最迫切想要的軍事奇才。卫国兄弟，大哥留下，我也留下。卫国兄弟，我們八路軍沒辦法給你弄那麼大塊的。大块好家伙，此前邱团長可不是這樣說的啊！為了招攬周衛國，好像甚至都可以讓出團長之位的。如果把這個周衛國找了，他比你還能打，你怎麼辦呢？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這個團長讓給他，我給他當副團長，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讓我當個兵都行。此刻的邱团長內心肯定高興壞了，總算是把周衛國給招攬過來了。而他當初願意放低姿態招攬周衛國，並不是看重他國軍上校的舊身份，而是認可他過硬的軍事才幹。在邱团長看來，戰場上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個人過去的身份和出身，而是他能否帶着隊伍打勝仗。這也是邱团長用人的眼光，他願意打破身份限制，把真正有能力的人放到合適的位置。隨着成功收編清風寨後，朱老大起初一心想要快速融入八路軍，還主動帶領兄弟們改掉山寨的陋習。咱們現在是八路軍了，以前的那個稱呼啊，都得給我改了。听见没？大哥话都呸，什麼大哥？豬排炸！隨着朱老大走馬上任，許光榮的3連新組建了一個4排，朱老大任排長，而昔日國軍上校團長周衛國則屈居副排長。但從國軍團長到八路副排長，周衛國的身份看似發生巨大變化，可這恰恰體現了八路軍不同於傳統軍隊的用人方式。在這裡，過去的軍銜並不能決定現在的位置，真正衡量一個人的是他當下能承擔什麼責任。而周衛國願意接受這個安排，也說明他放下了過去的光環，更在意自己還能為抗戰做什麼。這個牌我可就交給你。謝謝邱長官，我們絕不辜負你的重託。我們這不請教長官，是老吳說的對啊。謝謝首长。然而，這個新編的4排人員構成十分複雜，除了清風寨10幾名兄弟外，其餘都是周邊村落徵召的新兵。但這批新兵優勢明顯，可短板也十分突出。他們野性十足，不受約束，極難調教。這其中刺頭楊大力最為典型，屢次不服老兵管束。是誰呀？你什麼官？你憑什麼管我？同志，你怎麼說话的？我咋說話？我告訴你，這輩子除了我老娘管我，還沒人敢管我。你算個屁！一邊是散漫叛逆的新兵，一邊是毫無正規帶兵經驗的山寨頭領，雙重困難也讓4排成為全連最難帶的隊伍。可此時朱老大卻底氣十足，全然不懼眼前的難題。請你們放心，沒有帶不好的兵，只有帶不好兵的將，有我們二當家在這兒。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尽管放心。朱老大的底气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丰富的正规带兵经验，而是因为他清楚周卫国拥有自己没有的军事素养和训练能力。在他的认知里，自己可以带兄弟们活下来，但要把一群散漫的新兵变成真正的战士，就需要周卫国这样的专业軍人。而這也是朱子明難得的地方，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也願意相信比自己更擅長的人。何許啊，团長，我跟你說啊，你別看這幫好漢平常鬆鬆垮垮，但怎麼和新兵不比？他們能打仗，有作戰能力。有句話你信不信？這幫好漢，只要你好好帶，將來個個都是好兵。從國軍上校團長到八路軍副排長，周衛國放下的是過去的身份；從山寨大當家到八路軍排長，朱子明改變的是過去的生存模式。而邱團長真正難得的地方是讓這些背景不同、經歷不同的人，最終找到自己在隊伍中的位置。因為一個人的價值從來不只取決於過去擁有過什麼，而在於現在能夠承擔什麼。一支真正強大的隊伍，也不是要求所有人變得一樣，而是讓不同的人都能為了共同目標發揮自己的作用。那麼這支臨時拼湊、問題百出的3連4排，究竟能否在周衛國和朱老大的帶領下快速步入正軌呢？而桀驁不馴的刺頭楊大力又會被周衛國用怎樣獨特的方式馴服改造呢？我們下期接着解讀。